其实我建议大家要去注意一件事情，你会常口干。口干这件事情其实就简单的描述了气道的部分，它的黏膜会不会容易有伤口？咽喉其实要湿润。淡粉红会比较好，它所代表的是整个黏膜是健康状况。一旦黏膜受损，它不但是纤毛摆动会造成影响之外，它的表皮细胞会很多缺陷。那表皮细胞本来是像墙壁一样，把流感进去在墙壁表面，它最多就是造成墙壁有点脏而已。但如果常常口干、声音沙哑，然后甚至说常常有痰的话，这个病毒在这种受创的表面，它很容易就侵入表皮底下，而造成黏膜肿胀。像我们说常常口干就被怀疑是不是糖尿病，这个就想到另外一个。台湾被忽略的是一个是鼻子过敏，第二是打呼啊。打呼的病人的话，他的病毒由于这边的一个受损，因为一直冷空气进去嘛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它是一个干燥而冷的环境啊，病毒就很喜欢啊，打呼。所以它的声带跟那个咽喉黏膜是不断的摩擦，它所产生的伤口就足以让你产生其他人为破坏。台湾的新的威胁是空气污染、跟粉尘，还有二手烟、抽烟跟气条燃烧物，这些都使得台湾的一个流感可能这几年要越来越小心，因为这些部分使得黏膜已经不再有它的一些防御。